Hello，大家好，我是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Synology NAS 的新机要怎么安装。那内容的话，包括硬体怎么装，硬碟怎么装，电源线跟网路线应该要怎么接才对。然后 NAS 的作业系统 DSM 要怎么安装？那为了保护资料的完整性 ，RAID 1要怎么设定？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资料。那最后是要怎么备份电脑跟手机的资料。那因为内容比较长，分上下集，下一集会介绍更进阶的一些技巧。比如说要怎么让我们可以从外部网络连线回来 NAS， 还要怎么建账号给我们的家人使用，还要怎么申请注册自己的网址。这是免费的，以及要怎么安装像Google相簿一样的NAS 的相簿套件。好，那第一步会安装硬碟，那我们先买了2颗硬碟。那新的 NAS 的话，这个可以往上搬，就可以抽出来。抽出来看到卡夹是长这个样子，那它的侧面有2块这种薄薄的塑胶片。那你用手指拨开的话，就会是像下图这样子。那这个塑胶片是拿来固定硬碟用的，所以我们先安装1颗硬碟上去试试看。那安装的话呢，开口在这一侧，那硬碟的读写头要在另外一侧，那要照这个方向安装。那安装完硬碟之后呢，再把这个塑胶片再把它装回去，它是照着形状用手指压回去就好了。那记得2侧2个硬碟都要安装。那安装完后呢，再把它推回去 NAS 主机里面。推回去的话是推到底，然后再用手指将这个插槽压进去里面，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是网路线要怎么装？那概念上很简单。那网路线一端插 NAS， 那另外一端插你的无线基地台还是路由器的LAN 孔，也就是区域网络的孔。那不要插到 WAN 这个孔，记得是红色区域这边的随便一个孔都可以。那接下来是电源线，电源线的安装呢？它有专用的线，那插到下面这个孔就好了。那硬碟跟线材都安装完成之后，用手按一下这个电源键，等了大概1到3分钟，它就会开机完成。然后我们就可以连线到里面做进一步的设定。那完成了 NAS 的硬体安装之后呢，我们还不知道这台 NAS 被配到的 IP 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到 NAS 的官方网页去下载一个助理程式。我们搜寻 Synology， 在下载中心这个连结点下去。我们在这边输入选择我们的产品，我们是 NAS 相关。然后选择你的型号，那比如说，我的型号是720+，就点这个。那如果您是723+，就是直接选，那我是720+，对。那点了之后呢，网页会列出适合这个产品的软体。我们要的是桌面工具，在这边点桌面工具。找到 Synology Assistance， 那这是一个助理程式，它可以帮忙我们搜寻这个 NAS 的 IP。那知道 NAS 的 IP 之后，我们才有办法进一步去做一些安装跟设定。所以我们在这个右方按下载，把这个程式下载下来。我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所以我点 Windows。
OK， 那它很快就下载完毕了。我们把它打开，然后按执行 ，OK， 然后按 OK 开始安装。那接下来就是一直按下一步，就可以开始安装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执行它。那你可以从桌面的捷径或者说左下角 Windows 选单去找到这个安装的软体。那执行 Synology 助理的软体之后呢，它会自动搜寻区域网络上你有装 NAS 的 IP。那以现在安装的这一台为范例，那我的 NAS 被配发的 IP 是 192.168.123.15。那后续的设定我就会登录这一组 IP， 连线到我们的 NAS 里面进去进行设定跟安装。每一个人家里的网络的设定应该是不尽相同，所以你的电脑执行这 Synology 软体所侦测出来的 IP 应该也会跟我的不太一样。那请你以你的电脑显示的 IP 为准，那登录这一组 IP 来连到你的 NAS 进行设定。好，接下来呢，我们打开网络浏览器，在网址列输入我们的 IP。那这边我们的 IP 是 192.168.123.15。那输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 NAS 的安装画面。那这边我们按 Install， 也就是开始安装。那这一页呢，我们直接跳过按 Next。那就是说以后安装的时候，如果有更新版，它能不能自动更新？这边点我同意。所有的硬碟的资料都会被删除。那因为我们装的是新的硬碟，所以按同意。那这边删除之前呢，它请我们说我们的型号，然后再按 Delete， 就确认会删除我们的资料。那接下来就是一段安装 NAS 作业系统的时间。那它会从网络下载新版的 DSM 作业系统下来，然后安装进去这个硬碟里面。然后装到61% 的时候，它突然进入倒数的时间。那这时候 NAS 正在重开机，然后执行这一套 NAS 的作业系统。那我用剪接的方式跳过中间的等待时间。那等待时间呢，大约是2分半，然后画面会切换到欢迎画面，然后我们按开始。那在这个画面呢，我们要输入我们这台 NAS 的名称，我们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然后管理员的账号，订立的管理员登录的账号，还有密码。我们把名称定义成立 NAS。账号的话呢，admin 的话，现在是不被允许注册为管理员账号，因为比较容易被入侵。那我们定了一个管理员的账号，也叫立 NAS 好了。然后再定一个密码，然后按下一步。那在按下一步之前呢，下面有个勾选符号，我们建议勾起来。那这是用来更新我们的 NAS 的状态到网页上的。那未来呢，我们可以从网页上看到我们的 NAS 的状态有没有正常运作。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呢，我们建议选第一个，那意思是有 NAS 更新的时候自动安装更新。那选完之后呢，我们按下一步。那在这个画面是有关账户安全的，那这设定比较复杂，我们先按跳过。然后后面的影片我们会再另外拍一片来介绍。那这边是设备的统计资料，你可以选择同意要不要提供你设备的统计资料。再按 Submit 就是确认。
那接下来画面跳到的是 NAS 桌面网页。第一步它会先建议我们安装这些 APP， 那我们先选 Remind Me Later， 就是以后再说。然后它会建议我们做2步骤验证，也是选 Remind Me Later。那在这个画面呢，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 email， 那这是为了避免以后账号遗失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 email 把账号救回来。所以这一步的话，请你输入你的 email 账号。那或者说，你可以选你不想要保护你的账号，就可以点下面这个连结。那我是建议在这里输入你的账号，然后再点这个按钮去验证你的 email。那验证按钮按下去之后呢，你的 email 信箱会收到一个验证码连结。那点下去之后呢，连结生效，这个按钮就会变成验证成功，像这样，那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已经被这个系统保护了你的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建立我们的职区。那我们想要建立 RAID 11:1的备份，那这边按 Create Now 就是开始建立职区。那画面呢会先跳出检查说我们硬碟的状态是健康的，接着有安装设定精灵跳出来，那我们按下一步。那这边的 RAID Type 呢，请选 RAID 1。那 RAID 1的意思就是2个硬碟做同步备份。那假设有一颗硬碟坏掉呢，我们只要把它抽出来，再装一颗新的硬碟进去，资料就会自动备份还原到这颗新的硬碟上。那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装的是2颗 1TB 的硬碟，那实际上可以用的空间也只有 1TB， 因为另外一颗 1TB 的硬碟是拿来做备份的。那下一步，我们把这2个硬碟都勾选之后再按下一步 ，OK。那要确认有勾选成功，然后再下一步。那它会跳出一个提示，那建议你安装Synology 官方认证的硬碟。那我们的使用经验呢，不管是 Seagate、Hitachi 还是其他牌子的硬碟，在使用上都没有任何问题。那在这个画面呢，我们要选择你要进行硬碟检查或者不需要。那我们选第一个，也就是进行硬碟检查，然后再按下一步。那在这个画面，我们请按 Max 按钮，就是使用这硬碟最大的空间。然后按下一步，那档案系统我们就照它预设值，那要不要加密？我们是建议不要，然后最后按 Apply 去执行这个设定。那它还会再提醒一次，所有的资料都会被清除。那我们按 OK。接下来它就会开始建立职区，然后设定成 RAID 1。那等待一下子呢，它就会更新画面成现在目前硬碟的状态。那完成整个RAID 1建议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不用理它。所以我们先来到控制台。我想要先把画面显示的语言显示成繁体中文，所以在控制台呢找到区域选项，点下去，然后在第2个页面也就是 Language 这个页面，设定成繁体中文。那看来我的浏览器显示的语言是英文，所以选好繁体中文之后再按套用，它就会把画面重新登录，全面改成以繁体中文去显示。那或许你的电脑并没有这个情况，那可能是我的浏览器的语言被预设为英文。好，现在我的画面变成中文了，还是会建议我启用双重验证。那这个部分后续我会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讲怎么设定。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 NAS 的控制台的设定。那第一步呢，我们先建立公用资料夹。那在这里点公用资料夹。那一开始呢，公用资料夹应该是空白的。那我们建议在这里按一个新增，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公用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呢，未来就是让我们在备份的时候，可以从电脑把资料复制进去资料夹，然后来达到我们的备份的需求。那你可以帮资料夹随便取一个你想要取的名字，到这边取一个测试用的名字，就叫 My Work。那假设我是要拿来备份我的工作资料用的那这边建议勾选没有权限的人呢，就没办法看到这个资料夹。然后下一步，那进阶设定呢，看你的需求，我建议都不用动它，那按下一步。那最后按下一步，完成这个设定。那我希望MyWork 这个资料夹呢，可以给 Linux 这个账号可以读也可以写的权限，所以我在这个可读写的框框呢，把它勾选起来，然后再按执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MyWork 共享资料夹的建立。那要怎么把我们的电脑的工作资料复制到 NAS 的这个资料夹备份呢？我们先开档案总管，在网址列输入我们 NAS 的 IP， 然后输入我们 NAS 的登录账号密码。那为了方便下次不用再输入呢，我们可以勾选这个记住我的资料，那就会看到NAS 已经建好有这个资料夹了。我们点两下进入这个资料夹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电脑，把我们工作资料复制。然后再切回去 NAS 的资料夹贴上，那这样子就完成把资料备份到 NAS 的工作了。那后续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拍一部影片介绍一个很好用的资料备份软体。那我们这边再建一个跟钱有关、跟投资有关系的共享资料夹，所以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My Money。OK， 那一样下一步，那一样建议保留预设值就好。那一直按下一步一直到完成建立共享资料夹。好，那我们一样要设定权限。那我也是想要给Linux这个账号可以读可以写的权限。这样就完成 My Money 的资料夹共享建立了。OK， 那我们再回到档案总管，就会看到 My Money 这个资料夹已经被建立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些相关的备份。那你也可以在右键按连线到网络磁碟机，那给它一个号码，然后按确定。那这个 My Money 的资料夹呢，以后在电脑开机的时候，就会自动建立成为记忆碟，我们就不用每次备份的时候再去提 IP， 然后重新登录账号密码。好，那我们完成了共享资料夹建立的教学。
我们回到控制台，看到其他的设定。档案服务这边呢，有一个 FTP 的设定。如果你需要，可以把它开启。那可以用 FTP 的方式把资料转到 NAS 里面。那我们先把它关闭。那接下来是使用者的设定。那我们如果想要帮家人建立账号，可以在这里建立。比如说，我按新增这个按钮，然后我要建立一个账号给妈妈。那我在名称呢，就输入mother，描述email 这些可以考虑要不要输入。那密码的话我们先帮他设定一组我们知道的密码。那等他登录的时候，再请他自己去修改密码。那输入之后按下一步。使用者权限呢，预设是 user 群组，你也可以勾选 HTTP。那你如果不希望它可以删除你的一些资料的话，就不要让它勾选第一个 administrator。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呢，是看你希望它可以读写哪些资料夹。假设我可以让它看 my work 资料夹，就勾选。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些更细节的设定，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一些速度还是说储存空间流量的设定。那如果觉得 OK， 那就继续按下一步。那这些是你希望Mother这个账号呢，可以存取哪些应用程式，可以用哪些NAS 的程式，我们希望全部都可以用，所以全选，然后再按下一步。速度限制呢，一般是不需要去限制它，所以我就下一步。好，那最后检查设定没问题就按完成。好，这样就完成了Mother这个账号的建立了。那未来家人想要登录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账号登录。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有关网络外部存取的方法。那你在区域网络里面可以连线到，那你去外面的时候呢，正常来说是现在是连不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进来外部存取这个地方去设定 Quick Connect。那 Quick Connect 的话呢，它会要求你要先有Synology 的账号，所以按一下，它会跳出一个画面。那可以在文字框的地方呢，输入你的 email， 然后跟着画面一步一步的建立你的账号。那建立账号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登录你的账号了。那比如说我已经有账号，所以我就选已经有账户了这个连结。然后输入我的账号跟密码。那这个账号密码就是 Synology 网页的账号密码，跟我们 NAS 是不相关的。好，输入密码之后就登录。登录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Quick Connect 这个服务了。所以我们看到画面的启用 Quick Connect 已经勾选了。那 ID 呢，我们可以自行取我们喜欢的 ID， 好记的 ID。那只要跟别人不重复就好。所以我随便取了一个 Linux， 很长，随便取一个很长的 ID， 然后我们按套用。那如果你的 ID 跟人家重复的话，它就会提示你。那看起来我的 ID 非常长，没有人跟我重复。那这样子就完成 Quick Connect 的设定了。
那未来从外部呢要连线回来家里的 NAS 的话，只要记得这个网址，那就可以从外部任何地方通过网络连线回来你的 NAS。OK， 那既然从外部网络连回来我们的 NAS， 我们顺便测试一下刚刚建立的 Mother 的这个账号能不能登录成功。我们输入 Mother 跟密码。好，我们登录成功了。那画面上可以看到 File Station， 就是有点像 Windows 的档案总管。那我们刚刚对这个账号呢有开启 MyWork 这个资料夹的权限。我们进去 File Station 看看。好，果然 Mother 这个账号是可以看到 MyWork 这个资料夹的。好，那账号测试就先到这边为止。我们回到控制台。那设定完连线呢，还有一个 DDNS 的地方可以设定，那就是可以申请我们专用的网址。那方法是先在左上角按新增的按钮。那伺服器供应商呢，我们选 Synology， 那它还有很多家可以选。那 Synology 的话是免费提供的。然后在这个框框的地方呢，输入我们要的网址的名称，那后面就是选一个你喜欢的好记的网址，那这两个文字框接起来就是你专用的网址。那设定完成之后按确定，那这个网址以后就是你可以提供给别人，或者说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去存取你的 NAS。那等一段时间它生效了，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你完整的网址是长这样子。那就算你的网络每次重开机，它的 IP 是会变更的，那这个网址一样可以帮你正确的指到你的 NAS。这一台主机，那让你可以登录去做你要的存取你要的资料的复制或者备份。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左侧栏有非常多的功能。那像安全性进去的话，都是一些跟防火墙、跟账号安全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人想要去测试偷偷登录你的账号的话，你可以限制说登录失败3次就把这 IP 锁起来，封锁起来还有更多其他的细节的功能，我们下一次会再介绍。那这一部影片有点长那虽然我已经将许多安装等待的时间这些片段剪辑掉了，那我们在这一集呢教完了怎么安装硬体作业系统以及做 RAID 1的硬碟备份设定，然后简单的教大家怎么备份我们的资料到 NAS 上。那下一集呢，我们会更详细的教大家要怎么在 NAS 做一些设定，让我们有自己的网址，让我们可以从外部的网络呢连回来 NAS 存取我们的资料。那怎么建立账号给我们的家人使用以及怎么安装像 Google 相簿这样子的 NAS 相簿套件以及一些使用的方法。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继续追踪我们的影片。好，谢谢。